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委会周一发布最新报告中渲染，澳国防军规模小到危险，呼吁紧急考虑大幅增加国防军规模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鼓吹扩张军力的报告中，中国被反复提及。不难发现，这份报告的基调与澳政府官员近期不断渲染中国威胁相呼应。那么，澳大利亚真的要一条路走到黑吗？背后是谁在撑腰？来看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委会周一发布的报告称，澳国防军目前仅有58600人，远低于亚太地区的其他中等强国。报告还拿韩国军队的59.9万人和印尼军队的39.5万人兵力做参照，并特别渲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总兵力超过200万。该报告敦促澳政府在澳中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紧急考虑大幅增加国防军规模的必要性，还鼓动澳国防军进行转变，不仅要扩大常规部队规模，而且还要组建在灰色地带等方面的军事力量。深圳卫视注意到，近年来澳大利亚已多次鼓吹扩张军力。去年，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布2020年国防战略修订和2020年部队结构计划时，就宣布将在未来10年投入700亿澳元国防预算，加强国防能力建设。通过渲染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来增加军事装备，然后提高军事预算，是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常用的一个借口。中澳关系恶化的背景下，那么这个借口呢，很好用，也很实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澳大利亚错误的对华政策是中澳关系恶化的根源。那么把这个当作借口来扩军备战，不仅不利于中澳关系的改善，也不利于澳大利亚自身安全环境的改善。实际上，发布这则报告的澳联邦议会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委会是一个政策工作委员会，对政策推进起很重要作用。该委员会现在提出这样的报告，实际上呼应了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一个非常令人警觉，同时也非常危险的趋势。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国防力量主要以防御为主，5万多国防军的规模也符合澳本身的国家定位。然而，澳大利亚如今出现一批独武主义者，一直在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达顿上周五宣称，澳大利亚正面临自2战以来最重大的战略环境变化，并用大篇幅渲染中国对本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种威胁。在达顿发表完演讲后，澳总理莫里森称，他认为达顿的言论完全正确，并污蔑中国日益好战。对于澳政客持续在公开场合鼓吹中国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表示，澳方极其不负责任。澳大利亚是中国发展的受益方，中方从未做过有损澳大利亚主权的事，澳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避免战略误判。澳大利亚某些政客应停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渲染中国威胁，不要一条道走得黑。因为我们知道明年澳大利亚举行大选，那么当前呢，莫里森政府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通过炒作中国威胁，那么来树立自己的强硬形象，这不仅能够吸引本国保守选民的支持，同时呢，也能对反对党形成一定的压力，为明年的选举做准备。众所周知，澳政府对中国喊打喊杀的背后，美国因素十分明显。周三，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澳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演讲，他再给澳大利亚灌迷魂汤。在演讲前，两人先将商业互吹演绎到极致。Kurt has been at the centre of important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e Quad and AUKUS. I believe he's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US policy towards Asia than any other American official in living memory. He's also a good friend to Australia and to many Australians,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s of recent decades. No think tank, no do tank has done more than the Lowy Institute in advancing how to think about Asia, how to think about the Indo-Pacific, how to think about Australia's role in the world.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truly, honestly, and with tremendous durability, work with partners and allies.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accomplished alone through faux consultation. This requires the deepest integration and engagement with partners and allies.
相互吹捧后，中国成为坎贝尔演讲中的高频词汇。他宣称，中国对澳经济制裁将无法取得成功，并强调美国不会退出印太地区。美国希望借助 AUKUS 等防务协议继续推动与盟国的合作。他声称，美国的几个盟友对 AUKUS 也很感兴趣，曾向美方询问是否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合作。Many close allies have come to us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and said, "Can we participate? Can we engage?" And it is to the credit of Australia and Great Britain that they insisted, yes, this is not a closed architecture, it's an open architecture. We want to work with partners in these key areas of military innovation as we go forward. So it hasn't been, we've got time to design and to figure out where are the areas that have the most potential. I think cyber is going to be one, but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other areas that I would expect other countries that will want to work with us. 坎贝尔并未透露具体是哪几个国家有意合作，他还坚称美国的实力没有衰退。此外，坎贝尔试图把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责任通通甩给中国。他罔顾美方频频进行挑衅的事实，反倒指责中国在核武器、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方面缺乏沟通，妄称中国的军事发展会引发不可预见的危机或误解的风险。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一口径与澳最新发布的报告不谋而合。坎贝尔声称，他认为中国是想完全击败澳大利亚。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葡萄酒、大麦、木材等商品实施的所谓制裁是为了让澳大利亚跪下屈服，但随后他又改口说，他不认为事态会走到这一步，他相信与澳大利亚改善关系符合中国利益。他还告诉澳大利亚智库，拜登政府非常清楚澳大利亚的所有情况，美国对其中一些举措及其影响感到担忧。事实上，美国倒也确实相当了解澳大利亚贸易受挫的情况，还利用这一点赚了不少钱。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披露，今年前9个月，澳大利亚对华12项商品出口额减少了126亿美元，但美国等亲密盟友却借机承接生意。同时期，美国同类型商品出口额增加了多达46亿美元。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詹姆斯·劳伦森表示，美国高级官员称将与澳大利亚并肩站在一起，但实际上，当你深入研究贸易数据时，你会发现美国是窃取澳大利亚对华贸易销售额最多的国家，战略伙伴成了激烈的商业竞争对手，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